观前提醒，本期内容纯主观，但是不包含恶意。每个玩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评分系统。那么在本期的这个评价中，我包含4个方面：强度、技能设计、外观设计，还有主观的满意度。最后综合的得分就是该角色在我心中的得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4.0 枫丹开门版本率先上线的是足迹 PV 中早就出现过的卫星角色林尼和林尼特，以及他们的小兄弟菲米尼。林尼是一个火元素蓄力弓箭手，带有一定的嘲讽能力，但嘲讽的效果不如妹妹林尼特，自身的伤害表现非常不错，但受制于蓄力和对单，优点缺点都非常明显。我挺喜欢这种优缺点相互平衡的设计的，所以在技能的设计上我会给到 8.8 分，强度表现给到 8.5 分，外观设计中规中矩 7.9 分，主观的满意度有 8.8 分，最后综合 8.5 分。而妹妹林尼特外观十分讨人喜欢，人设也非常有趣，在战斗方面生命值变化契合弗妮娜，大招只要不是 BOSS 都能拉仇恨，是游戏中最稳定的控场。元素战绩还能赶路，技能的设计我给到9分，强度表现 7.8 分，外观设计 9.1 分，主观满意度考虑到白送有9分，最后综合得分有 8.725 分。那么他们的小弟菲米尼是一个沉默孤僻的男孩子，战斗的赛道是冰元素物理伤害，碎冰启动流，技能设计有一定的想法，我会给到 7.7 分，强度表现上给到 6.8 分，外观设计呢我给8分，主观满意度有 7.2 分，最后综合呢 7.475 分。接着在 4.1 上线了撼动提瓦特强度格局的纳维莱特，作为水元素角色，本身在7元素中就很强势，而超大范围的水柱加转圈圈更是上演了全屏伤害的 bug 级表现，所以这个角色在强度上是可以给他达到10分的。但 4.8 制作组自己说了，高速转圈圈是个 bug， 那么作为存在 bug 的角色，在技能的设计上我就给他5分不及格，但他确实改善了很多玩家的游戏体验。在主观的满意度上我会给到 9.2 分，外观中规中矩，威严的感觉塑造的还是比较到位的，给到 8.5 分，最后综合的评分呢是 8.175 分。而在龙王耀眼的光芒之后，迎来的是守卫5星兵法莱欧斯利，上线当天就被玩家发现存在冲刺后衔接普攻容易重置段数的问题，算是大逆风开局。不过莱奥斯利打拳的动作模组还是很酷的，但酷的代价就是赤手空拳平 A 的输出方式多多少少有点落后于时代了。可以说在枫丹开局的 3C 中，莱奥斯利的战斗表现存在感是最低的，不过人设和故事写的都还不错。技能设计我给 7.6 分，强度表现8分，外观设计真不错，给到9分，主观满意度8分，综合是 8.15 分。接着 4.2 万众瞩目的弗妮娜，作为水神双形态，能奶能 C 还能增伤，2命带动老角色就业，大世界还能水上行走，我还能说啥呢？技能设计 9.5 分，强度表现 9.8 分，外观设计 8.8 分，主观满意度 9.8 分，综合 9.475 分。那同个版本上线的小报记者夏洛蒂是最早和我们见面的枫丹角色，人形战地摄影机，凭借一手大招全队回血，在枫丹战舰里争得替补席位。不过作为一个以奶量为核心展开设计的角色，和弗妮娜绑定的关系还是比较高的，很少出现在龙王和弗妮娜以外的队伍中。技能设计考虑到战地拍摄功能还是有 7.6 分，强度表现 7.5 分，外观设计 7.1 分，主观满意度8分，综合 7.55 分。来到 4.3 是大小姐纳维亚和超载神斧夏沃蕾上线的版本。纳维亚作为憋了2年才出现的炎元素主 C， 在试用中打出了一炮20万的伤害，让玩家啧舌。但是由于炎元素骑士这个标签，所以啧舌归啧舌，吹归吹，抽卡那还是算了。不过个人使用下来，纳维亚的痛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对群和对体积较小的敌人不容易全中上，其他的使用体验还是挺舒服的，尤其0+0伤害就不俗。作为伪炎队玩家，对于纳维亚的设计表示非常满意，而且在外观上虽然背后看得像春虫，但这个搞笑的读点反而让我觉得纳维亚更有趣了。而且在枫丹的剧情中，纳维亚的存在感和塑造也都还不错，所以技能设计 8.7 分，强度表现 8.5 分，外观设计有 8.9 分，主观满意度 8.6 分，综合评价呢 8.7 分。而超载神斧夏沃蕾战斗方面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双40加成和最大 60% 的增伤非常全面。
硬要说缺点就是雷火限定，而在外观和剧情的塑造上，我觉得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技能设计 8.5 分，强度考虑到所配对 8.5 分，外观设计 7.2 分，主观满意度8分，综合 8.05 分。那紧接着4.4海灯节登场了2位璃月角色闲云和佳明。闲云阿姨在人物塑造和技能设计2大方面，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十分喜欢她一口一个天下成平万象更新，有种家里长辈的感觉，十分亲切。战斗方面让萧这位角色迎来了中心，同时呢也让所有角色都有机会体验一把插秧的感觉。而在大世界跑图3段跳仙侠味拉满，所以技能设计我给 9.8 分，强度表现8分，外观设计 8.3 分，主观满意度 9.8 分，综合起来有 8.975 分。佳明则是在一上线就获得了最强4星 C 的称号，数值给的十分慷慨，而且接小狮子刷新 CD 的设计还蛮有意思的。作为打下路攻击的角色，绕开了双手剑角色前后摇动作大、手感卡顿的缺点，一上线又有闲云辅助，算是一个大顺风局。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带有传统文化符号的角色，所以技能设计我给 8.5 分，强度表现8分，外观设计有 8.7 分，主观满意度 8.5 分，综合评价 8.425 分。接下去是 4.5 版本上线的时尚设计师千枝，作为枫丹第2位炎元素概念，在灵命的设计上和岩造物绑定的非常深，对于一个后台炎来说确实是比较尴尬的，毕竟本身练岩 C 的玩家就不多，想和纳维亚组队，灵命还无法触发自己的天赋效果，所以技能设计我给 7.2 分，强度表现 7.8 分。外观设计上，我觉得千枝的五官真的不是我的菜，但是千枝的黑丝很性感，让人十分纠结，我给 8.1 分吧。主观满意度上，剧情致敬梦想的主题虽然还不错，但塑造并没有很成功的让千枝这个角色落地，所以我给 6.5 分，综合得分呢是 7.4 分。那么之后的 4.6 版本来了一位设定非常高的角色仆人，作为赤月的后裔，在能力上非常神秘，利用生命之气且无法被队友回血的设计，让他的战斗变成了激情互秒。另外在这个版本大招的特效开始优化，仆人的整个战斗过程呢，给人一种很疯狂的感觉，伤害也是拿到了和龙王并列的不如一响指的社区梗，所以在强度方面给到 9.5 分，外观设计没有当年 PV 里那么惊艳，我给 7.5 分，技能的设计有亮点但又朴实无华，给 7.5 分，主观满意度8分，最后综合 8.15 分。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倒数第2个版本，在 4.7 这个版本呢，连续 up 了3位新角色，分别是克洛琳德和塞索斯以及西格文。克洛琳德的大招我愿称为全枫丹不对，全提瓦特第2库，而作为雷元素角色，有着非常多的兼容性。克洛琳德的科研队伍在上线后也是层出不穷，让玩家体验到了配对的乐趣。而 AAAE 的操作让克洛琳德在战斗的时候有足够的灵活性，虽然伤害没有到毁天灭地，但真的很有趣，所以技能设计我可以给 8.5 分，强度给到 8.2 分，外观设计不如 PV 看到的惊艳，只有 8.2 分，主观满意度 8.2 分，最后综合 8.275 分。那么同个版本上线的4星弓箭手塞索斯，有蓄力重击和大招启动2套输出方式，输出时的特效做得很带感，在设计上非常有意思，而且作为4星接力 C， 3星弹弓就能扛起输出的重担，令人惊喜。技能设计有创意，我给 8.2 分，强度给到 7.5 分，外观7分，主观满意度8分，最终得分是 7.675 分。而下半的西格文作为奶妈加后台战技的增益辅助，提高了一部分后台战技 C 的伤害上限，功能性还是不错的，但在严苛的实战中还未诞生出热门的队伍，只能说和福组队效果还不错，强度给到 7.5 分，但可爱的技能还有设计可以给8分，外观我不是很喜欢7分，主观满意度呢可以给 7.9 分，综合拿到了 7.6 分。最后是 4.8 上线的艾梅莉埃，例会一经放出就出现了喜欢和不喜欢的2种声音，个人对外观没什么感觉，只能给到 7.3 分，但是战斗相关的设计，全程的后台输出，伤害数值也十分慷慨，而且锁定在了燃烧这个赛道，那这样的设计有一定的平衡性，我会给到 8.5 分。强度方面目前体验下来，我觉得 8.2 分也没有问题，主观满意度 7.6 分，最后综合 7.9 分。好了，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就非常主观的根据个人的好恶评价了枫丹的所有角色，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分数综合起来取个平均数，枫丹角色的设计拿到了 8.2 分。
这就意味着我个人对于这个大版本角色的评价是良好，但是不多，只多了0.2分，所以再不努力呢，就要跌到中等了。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版本的角色设计能打多少分呢？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